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俗话说，每天一碗汤胜过良药方。现在的人为了养生，都越来越喜欢喝汤了，特别是以爱喝汤闻名的广东人，一天不喝心里就发慌。尤其是到了隆冬时节，人们都喜欢炖些汤汤水水，一碗下肚，浑身热乎。鸡汤、羊汤、排骨汤等都更是成了餐桌上的常客，不少家庭隔三差五就要煲上一锅。虽然说隆冬季节喝点补汤有益身心，但如果喝得不对，养生汤就会变成伤身汤。一，汤煲的越久，营养越好，小心亲手毁了你的胆和肾。喝汤是人们滋补暖身的一个好方法，但很多人在煲汤的时候都会陷入一个误区，认为汤煲得越久越好，特别是在煲肉汤的时候，人们觉得炖煮的时间越长，肉就煮得越烂，食材中的营养就会析出的越多，汤的营养价值就会更高。比如广东人最爱喝的老火靓汤，通常都要煲3炖4，即煲汤3个小时，炖汤要4个小时。这种做法其实是错误且不科学的。有实验表明，用鱼、鸡、牛肉等含高蛋白质原料的食物煲汤，虽然煲数小时后，汤看上去已经发白很浓，但蛋白质析出率只有 6% 到 15%， 也就是说还有 85% 以上的蛋白质仍然留在了炖汤的材料中。其实这些汤之所以看着发白，是因为汤的脂肪含量高，脂肪乳化，汤看起来就会白白的。脂肪含量越高，就越容易出现奶白色，所以你看到的乳白色的鱼汤、肉汤、骨头汤，其实都是含有很多脂肪的汤。二，煲汤时间越久，汤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越高。有研究发现，煲汤时间的长短对汤品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有影响。超过10个小时，随着煲制时间的延长，汤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逐渐的增加。煲制超过6个小时的汤就存在安全隐患。3，煲汤时间越长，汤里的嘌呤含量也会越高。嘌呤这一成分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它的代谢产物是尿酸，尿酸是通过肾脏代谢，如果肾脏代谢不了，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尿酸增高。尿酸一高就容易引起痛风，甚至还可能诱发胆囊疾病，非常容易诱发胆结石，同时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，进而引发肾脏疾病，严重时还可能会诱发肾衰竭。所以不要过分的迷恋老火靓汤，这种汤喝多了，不养生还会伤身。换言之，肉汤煮得越久，就可能会越毒。那么我们的汤煲多久为好呢？一般建议肉类汤煲1个小时左右，最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。鱼汤则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。另外，不要只喝汤，汤渣也要吃，毕竟大部分的营养都在里边。而蔬菜汤炖煮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为宜。2，除了久煮汤，这些饮食陷阱也要小心。高尿酸如今已经成为了继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后的第4高。据统计，目前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人数已高达 1.7 亿人，几乎每10个人里面就有1个是尿酸高。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，虽然来源于食物的外源性嘌呤仅占人体总嘌呤的 20% 左右，但根据研究，外源性的嘌呤摄入过多也是我国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主要成因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的高尿酸都是吃出来的，控制饮食尤为重要。那么还有哪些和久煮汤一样容易被忽视的饮食陷阱呢？ 1. 火锅汤底。吃火锅时你通常会选择什么汤底呢？骨汤、菌汤、番茄汤还是海鲜汤？和清汤锅底相比，这几种火锅汤底中含有大量的嘌呤，即反复煮开后，嘌呤的含量会进一步的升高，和久煮汤类似。根据实验，随着煮火锅时间的延长，汤底的嘌呤含量在6到10分钟时会显著升高，在30分钟左右时会达到了顶峰。2. 动物内脏。
相信有很多朋友对肥肠、毛肚、鹅肝等的动物内脏爱不释口。以前大家可能只知道它们的胆固醇含量高，殊不知它的嘌呤含量也是不少。据统计，鹅肝的嘌呤含量为100克含408毫克，而瓶装啤酒的嘌呤含量在25毫克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吃100克鹅肝所摄入的嘌呤含量跟喝了16瓶啤酒差不多。此外，鸭肠、鹅肠、猪肝等的嘌呤含量也均为瓶装啤酒的10多倍。所以内脏味道虽美，万不能贪醉。3. 水果摄入过多。水果和这两者不同，属于低嘌呤的食物，而且它的营养丰富，因此有些人就会放心的大胆的大量吃，甚至用它来长期的代替正餐。殊不知，水果中的果糖若是大量的进入体内，也会增加高尿酸的风险。一方面，人体大量代谢果糖会使单磷酸腺苷产生增多，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多。另一方面，果糖会使尿酸的排泄过程受损，让尿酸排泄降低 9.8% 左右。尿酸生成的多，排出的少，就会在体内不断的堆积，导致高尿酸的发生。水果虽好，但也不能多吃。一般来说，成年人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为200到350克。已经患有高尿酸的人，建议选择果糖含量较低的水果品种，适量的食用。另外，甜饮料大家也要尽量的少喝，因为很多甜饮料中都含有果葡糖浆，这种物质属于人造果糖，进入人体后也会增加高尿酸的风险。4. 预防高尿酸，这两招很有用。想要预防高尿酸，除了管住嘴之外，还有2招也很有效。1. 适当的多喝水。人体内约 90% 的尿酸是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的，所以适当多喝水是预防高尿酸有效的手段之一。普通成人每日饮水量建议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，少量多次慢慢喝。一般来说，当尿液呈淡黄色或者白色，就说明饮水量足够了。尿液颜色越黄，说明缺水越严重，需要及时的补充。2. 进行中强度的有氧运动。高强度的运动容易造成机体缺水、乳酸堆积，不利于尿酸排泄。通常更建议大家进行中等的强度有氧运动，如慢跑、游泳、瑜伽、骑自行车等。每次运动时间30分钟左右，每周至少5次。5. 这种汤水喝多了，癌症会找上门。一碗汤一碗水端上来，经常会有人叫你趁热喝，认为喝进去更暖胃暖身。虽然是一片好心，但却妥妥的办了坏事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65摄氏度以上热饮列入了2A 类的致癌物。65摄氏度到70摄氏度的热饮足以烫伤喉咙，可能导致食管癌。就是说，如果汤水的温度超过了65摄氏度，喝了是有致癌风险的。偶尔的烫伤，黏膜还可以自我修复，但若经常如此，就会导致不正常的异形性细胞会越来越多，诱发癌变。所以热汤热水最好先放一放，凉一凉，用嘴唇抿一抿，试一试，感觉不烫了再喝。安全喝汤，远离疾病。赶快告诉家人这个错误别再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下期见。